嘿，欢迎来到真源的频道，这里不只是频道，更像是一场神秘的派对。我是你的频道指南，准备好和我一起玩转神秘世界了吗？别错过，这里每秒都有新奇的冒险等着你。这一题呢，是我昨天突然想到的哈。我们修这么久，大家也知道什么叫小我，什么叫高我，哈。那我们在修呢，我们都忘记了。如果你一直修的是灵，你都忘记人性也需要修，对不对？人性才是最需要修的地方。好，那人性是什么意思？人的性格。那什么是灵性？人性里面比较复杂的是，人性它包含了先天的个性、先天遗传上的东西，还有环境造成的一些因素，所以人性会比灵性还要复杂。所以人会有很多的状态，或者说有好几种性格出现。那灵性有没有？灵性也有，灵性也有多重个性。那请问你们知道自己的灵性有几种个性吗？不知道。所以我今天故意提这个出来讲，就是要让你们以后要去观察自己的灵。你的灵性到底有几种个性，多少种性格？如果据我观察的，我自己啦哈，灵只有一种性格，就叫做直性，这是直性啊。他要这样就是要这样，他不拐弯抹角跟你说我要东，我要西，其实他前面不会。灵性它不会有这种特性。那如果你观察到你的灵性具备拐弯抹角的个性，一定是你观察错了，你没有特别去觉察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要 A， 明天突然要 B， 绝对是不同条灵性，绝对不会是同一条灵性要的。沈腾很有感觉，因为它有很多条，所以这个很特别。也就是说，灵性呢，它是很直的。所以我们台语不是常在讲西人直，对不？西人弄直嘞，就是要这样，他不会要别样。那如果你的人性跟灵性一样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的人性跟灵性一样呢，一旦执着下去就不好了。那如果不执着还好哦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我们的人性呢，尽量往中庸修，然后修到不执着，这样我们直就没有问题。人性修到很直就没有问题。那如果呢，我们不把自己的执着修到比较中庸呢，我就建议就不要走灵性这么直。为什么？你也变得很执着，就执着，要就要到，一定要拿到，不拿到会造成自己的感扣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反过来讲灵性，灵性自然是直的，虽然它是直的，可是呢，你觉得灵性是直的好不好？比较好沟通啊，万一他不答应呢？死都不答应，你怎么沟通？其实灵性它虽然很执着、很直，可是呢，好在一点是灵，它可以沟通的。你只要好言相劝，它会跟你沟通，这是灵性的好处。所以，如果你的灵呢是很凶的那一种，像某些师姐的小我很凶的，可是呢，为什么我不怕？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美感在哪里，我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。他们绝对不会伤我，所以未来你们都是可能需要带领的人，你来带领的人，所以你们要懂得灵性的特质，怎么样跟灵性做沟通，他才会跟你好好沟通，对不对？这是未来各位都要学习的部分，这一点懂哦。那人性跟灵性要怎么样契合？我们怎么样让人性跟灵性去做契合？全部听灵性的好不好？如果你能够跟灵性沟通到，那灵性要做这个，你全部都依他，全部都顺他去做，这样好不好？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？万一太执着，万一做错，对不对？那全部不听灵性的，叫他跟着我们人性走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我们更容易做错。那到底要怎么做比较好？要跟他重新讲话。那万一他不听呢？或者他要讲话给你听，你听不到呢？然后明明在讲，遐一坑忙行过，你就给他走过去，嘛是行过是下来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没有习惯跟灵性做沟通，对不对？所以导致到现在很多人还不会点头摇头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奇怪哦，很多人会灵动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点头摇头，为什么？几乎很少会灵动不会点头摇头的，对不对？几乎都会。比较困难的一点是没有办法给肉体讯息。
通常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会动得很厉害，甚至会讲天语了，会讲话，他的讯息就是给不了你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呢？你修到这种境界，你的小我还没有办法给你讯号，为什么？好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清理不够干净啊，其实清理的不够干净并不是主要的原因，清理不干净，管道不够干净呢，只是你在直视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顺。第二个答案，刚刚讲第二个答案是什么？拒绝沟通有没有可能？第二个答案跟第三个答案是比较有可能的，拒绝沟通跟不够相信，这两个会导致小我没有办法给你讯号，不是他没有给你讯号，是你不愿意收到他的讯号。所以各位通通有这个问题，收不到的通通有这个问题，承不承认？如果你没有拒绝他给你讯号，也很相信你的小我呢，你还收不到讯号呢，代表什么？你不够相信你自己，是自己，不是小我。你不够信任你自己。为什么不够信任你自己？我好像在之前的课有讲过哈，当你第六感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捕捉到那个讯息？各位都有没有发生第六感的情况过？第六感，所谓第六感的感觉要怎么样？感觉要发生什么事？感觉要发生什么事？有没有？通常会有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很自然的来，是很自然啊。你懂不懂得去捕捉？也就是说，你的心有没有静下来？随时让自己的心是平静的，平静的就很容易去捕捉到那个微量的讯息，也就是当时你还没有修之前的所谓第六感。在你修了之后，第六感有没有增强？如果有增强第六感，很可能就是你的小我给你的讯号。你有没有常常去捕捉这个讯号？有没有？如果没有，以后请随时去捕捉那个讯号啊，不是叫你整天就在那边等讯号啦，没有，这样会变疯子。第六感来的这一种，你还没有修之前跟修之后呢？修之后这一种第六感通常会比修之前来的强一点。你懂不懂得去捕捉它，对不对？去捕捉到之后，你慢慢去记住那种感觉，以后这种感觉来就是你的小我给你的。而且每个人的小我有独特的讯号，有独特的密码，只有你知道这是你小我给你的。别的人给你讯号，你可以不承认，因为那不是你小我给你的，因为它有独特的一个 key， 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一道密码而已。这道密码你们要自己去记住它的感觉。所以别人给你讯号，你可以不用理，因为你不是我的小我。那这个就很难了，因为我们神秘在什么地方？既然我们都讲我们很公开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讲，都可以教，神秘的地点在这个里，在这里而已。就是每个人跟你小我沟通的那一点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别人绝对不会知道哦。那其他的完全没有秘密，对不对？这样认同吗？好，我把题目拉到很远了，现在再拉回来。人跟灵怎么沟通？如果你跟你的灵性是可以沟通的状态下呢，怎么样做契合？我提供一个答案，你们看认不认同了哈？人，我们在什么世界？我们在人的世界，在娑婆世界，对不对？人做人的事情，灵做灵的事情，互相提携一下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人该做什么事？吃饭、睡觉、工作啊，吃喝拉撒睡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，修身养性。人做这件事情，我们需不需要去学很高深的法力？不需要哈。我们需不需要学到会背天会正地？不需要。人做人的事情，加上修身养性就够了，对不对？那灵会做什么事情？哦，灵会做背天正地的事情。灵它具备了一些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的能量，它可以穿越一些时间时空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去查询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些事情让灵去做就好。所以灵做灵的事情，人做人的事情，这样能不能契合？如果这样可以，那你又错了，这样不可以，因为你们还是背道而驰的。你人在做人的事情，灵在做灵的事情。人讲的事情灵不信，灵讲的事情人也不信，对不对？怎么样契合？桥梁在什么地方？桥梁就在刚刚的沟通。如果他能够很明确的给你讯息，你的意念呢也能够很明确让你
你的小我知道，那这样沟通是不是比较容易？所以重点在你跟你的灵怎么样沟通这两个字，沟通这两个字就变得很重要啊！到底怎么沟通？各位在跟你的小我沟通的时候都怎么跟他说话？各位这样经过一轮有没有发觉每个人不一样？每个人跟你的小我有不一样的沟通方法，对不对？那沟通的方法是不是就只有一种？不一定那如果各位好像都有尝试过沟通了，对不对？那各位记不记得你刚起灵的时候呢，怎么跟你的小我沟通？有没有很客气的问他在不在？有吗？有那什么叫做很客气的？万一你连说话都不会说我现在先告诉你怎么跟你的小我说话。刚开始你刚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对他？很客气，对不对？你刚认识你的小我，也要很客气的跟他讲话那他没有名字，他没有名字。我们以前会起灵以后就会有名字，但是现在不取天名，所以他就是你自己，对不对？我陈新奇的小我可不可以？或者我陈新奇的灵性可不可以？用这个当起头，然后很客气的跟他聊天，跟他说话。那刚开始他没有办法给你讯息，因为讯号很微弱，只有点头摇头，对不对？慢慢你会开始收到讯息。这个讯息怎么来？一定要听得到才算吗？是不是一定要听得到？包括我们顺天大人都没有听过声音，所以为什么是叫做听得到？外面有些人说他耳通，听得到代表什么意思？各位能理解为什么叫做听得到吗？听得到的讯号就是很强大了但是还不叫做真正听得到。真正听得到要像我这样说话出来让你听到，这样才叫听得到。那为什么有时候讯号会强大到你觉得听得到？各位有没有在睡梦中听到你梦里的人讲话的声音？有没有？为什么会听得到？其实那不叫听得到，那是你的梦中那个讯号够强烈，让你感觉听到了。这样能不能理解？你在做梦的时候，梦里那个人讲话，你听得到很清楚他的声音，那实际上有没有声音？没有，他只不过是在你梦中的一个讯号，你感觉听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跟我们的小我甚至高我在沟通，你如果他的讯号能够强烈到你感觉听到了，那就是叫做听到了。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听到，而是你感觉听到了。注意我说的话，感觉听到了。所以很多人说他有阴阳眼，有阴阳耳，听得到耳通，听得到灵的说话，那是错的。那只不过是讯号强到你觉得听到了，是这个概念。所以可不可以听得到？也可以，也不可以。如果你理解这个问题的话，你就知道原理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听到吗？大嫂，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，不一定要听到，除非它讯号够强，强到你觉得听到了。所以微弱讯号一定不是听到，它的讯号甚至只有一包给你，也就是叮这样而已。我那个叮是我发出的声音，没有叮也就是那个讯号一下就进来了。那进来之后，你突然理解他要告诉你什么，那只不过是一个讯号点而已。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容易？它只是一个讯号点进来，我们就知道全盘的答案。或许这个讯号进来只有0.1秒的时间，你能够知道10分钟的内容。为什么？有没有这种情况过？突然之间理解了，那理解收到这个讯息，理解了之后，我这个10分钟，我理解了这个答案可以讲10分钟这么长，有没有可能？如果你们都还没有试过，改天可以试一下。收到讯号，理解了一大段，这个如果用电脑来讲，叫做压缩比非常的高1 MB 的东西缩成1K给你了，懂意思吗？所以讯号的沟通呢，不在于速度，也不在于长短，而在于你跟他够不够契合怎么样去契合？从你的第六感练起，然后信任他，就算他告诉你的答案是错的，你也不要怪他，因为是你自己不够精进，才会导致他给你的讯号是不大对的。或许他给你是对的，是你自己收错了，对不对？
所以小我会不会犯错？会犯错，但是呢，小我只能鼓励，因为毕竟他是下来跟你共修的，他具备了你没有的能力，对不对？他具备了什么样你没有的能力？上无伊嘛要飞天正地，咱袂晓，对吧？上无伊会当穿越过去跟未来，咱袂晓，对不对？被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重点在跟小我怎么沟通，会不会？那我提供一下我们刚开始的经验，我们起灵那一天就可以跟小我对话，而且他的意识可以很明显的让我知道，可以马上知道，就类似那一种，当你启发灵性之后呢，你的身体马上住了另外一个别人在你身体里面，而且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就好像我突然有两个头，我的这个头是我的思维，对不对？我另外一个头的想法可以让我知道我有2颗脑袋，还不打架，还互相可以沟通，可以讲话，那个就是你跟你的小我的状态。那各位现在没有办法，是因为现在比较温和，我们现在在起灵比较温和，所以我们都是慢慢循序渐进的，让你达到像我当时的那种状态。如果老大让你们跟我以前一样，马上有具备这种能力，你们会精神分裂，有些人没办法适应，甚至会被当疯子，有没有可能？因为你会觉得就恐怖，我脑袋里面2声音，3种声音，对，到底我要听谁的？会精神分裂。好，所以现在让各位循序渐进，慢慢去练习这种事情。所以各位也不要急，只要你够信任你自己，够信任你的小我，从你的第6感开始练。在修行的过程中呢，小我会给你方向，对不对？那在人生的过程中呢，他会给你一些指引。给你什么指引？第一个是预防危险，第2个是人生的方向的指引。为什么他可以给你指引？因为他会飞天正地啦，他可以在第3方的角度来看到我们人生的方向。我之前好像记得我有画过一张图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人生的转角的时候，我们从这里往这里走，我们看得到看不到这里有什么东西？看不到。我们的小我可以站在这里，他可以看到2边，所以他可以给你方向。跟你说那有车行较慢的，或者说那边转过去，转角会落到再不会遇到爱，他会告诉你，对不对？他会告诉你，转角不晒，爱向鬼，转角绝对不会遇到爱，落到晒的几率较大，好，懂意思哈？所以小我是这一种角色，他会，这是我们修行为什么我们要连接高我，启动小我。对修行的注意在这个地方，他会帮你。那凭什么他要帮你？我又延伸出一个问题，凭什么小我要帮我们？他要跟我们共修，修成正果，所以他一定要帮我们。那如果他帮了我们，我们不跟他共修会怎样？他这么努力的帮我们，我们不鸟他，会怎样？不是只有下辈子再来，你这辈子就会很苦了，他会让你很痛苦。所以会这个样子。非常感谢您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4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。感谢您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